这是一部相当刺激的韩式恐怖电影，绝对不建议在吃饭的时候观看。深夜，一个小男孩被雷雨声吵醒，紧接着客厅又传来了奇怪的动静。男孩出来一看，父亲竟然死在了血泊中，而他的母亲则正拿着刀砍自己的脚。第二天，警察赶到现场，凶器上只发现了男孩母亲的指纹，初步判断是她杀了丈夫后自杀。只是她是如何做到砍掉自己的双脚，流干血液致死的？这种夸张的自杀方式显然不是常人能做到的，警方百思不得其解。可如今首要的问题是，两人的孩子小明该由谁来照看？原本他还有个姥姥，可2个月前也奇怪的失踪了，所以警方就找到了小明的叔叔大帅。听说了哥嫂的事情后大为震惊，可一听说侄子只能由他来抚养，就有点面露难色，因为他刚因炒股赔了一大笔钱，照顾小明无疑是又多了一份开支。可转念一想，抚养了小明，那哥哥的房子不就归自己了吗？这明显是利大于弊。于是他就带着妻子和小姨子住进了哥哥的大别墅。妻子大美也非常喜欢这个侄子，只是小明好像有些奇怪，面无表情，而且不怎么说话，甚至看到年轻漂亮的小姨子小美时，还羞涩地躲了起来。吃饭的时候，大美会贴心地把好吃的都端到小明面前，可小明却依旧非常冷淡，惹得小美非常的不高兴。本来姐姐就被姐夫抢去了一大半，这下又来了个小家伙，那姐姐陪自己的时间基本就没有了。大美只好开导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然后姐妹俩就打闹了起来。殊不知奇怪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。大美睡觉时感觉腿被压住，起初她还以为是丈夫，可一转头却发现丈夫离自己很远。那压着自己的是谁？她缓缓转过头，原来只是一场梦。第二天，丈夫送侄子去上学，然后去上班，妹妹也去学校了，家里只剩大美一人。她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被锁着的配房，想着这里以后就是自己家了，于是就找人撬开了门锁。她小心翼翼地走进去，发现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法器，显然是一个做法事的房间。她不明白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房间，等丈夫回来时才得知，原来哥哥的丈母娘是个巫师。大美认为那些东西不吉利，想全都给扔掉，可丈夫却说丈母娘只是失踪了，以后要是回来了怎么解释？夫妻俩还因此事发生了口角。恰巧此时小明放学回来了，正在气头上的大帅就大吼着问他去哪里了，回来这么晚。可刚才还气汹汹的大美却没有责怪他，反而贴心的准备了晚饭。期间大美问起了那个房间的事，可小帅却说那个房间绝对不能进去。到了晚上，小美正在房间里做功课，忽然听到楼上有动静传来，上来一看，小明竟在不停地敲打桌子，便问他在干什么。小明却忽然脸色大变，小美有点懵逼。下一秒，小明又继续敲打桌子，小美刚要发飙就被一股怪力推倒，等她再爬起来时，双脚已经分架。好在这又是一场梦，可第二天小明上学时遭到2个同学的欺负，他竟一怒之下用铅笔扎伤了一个同学。这个小男孩用铅笔扎伤了一个同学，面对叔叔和婶婶的指责，他却不承认是自己干的。就在大帅气的要发飙时，小明忽然双眼泛白抽搐了起来，幸亏大美及时用塑料袋救治了过来。晚上大美搂着小明睡觉，他又忽然说父母是被阿正害死的。大美非常好奇阿正是谁，小明却说阿正现在正在看着他。大美瞬间感觉脊背发凉。奇怪的是，第二天一早，小明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胃口变得特别好，而且关于昨晚说的那个阿正，他是一点都不记得。大美全当他是刚失去父母受了刺激，也就没有多问。可下午放学时，小胖为了给同学报仇，偷偷跟踪小明来到了一个废弃厂房，结果在里面发现了一颗人头，他被吓得摔倒在地，刚巧墙上有个洞，就想爬出去逃走，可因太胖被卡住了，于是就惨遭毒手。另一边，大美在买水果时听说了一个恐怖的事情，原来哥嫂都是死在别墅里的，可恶的大帅竟然还骗他说是死于车祸，更离谱的是死因还很邪乎。小明的外婆是一个巫师，经常在家中做法，忽然有一天就失踪了，女儿也随之发疯，后来就杀了丈夫再自杀。回去后，大美和大帅吵了一架，说什么都要搬走，可之前的房子已经被大帅卖掉了，钱也拿去投资了，所以他们只能暂时住在这里。就在这时，小明又是浑身脏兮兮的回来了，甚至袖子上还有些血迹，他却说是帮助摔倒的同学时不小心沾上的。另一边，警方找到了失踪的外婆，原来她一直躲在精神病院，医生说她一直神志不清，有时还会进行自残。当警员询问起案件的事情时，外婆忽然情绪异常激动，冲上去掐住一个警员，嘴里还大喊就在众人将外婆拉开时，那名警员好像看到了一个孩子。回去后，这名警员就又查看起了案件的照片，放大后竟在小明母亲的眼中发现了一个恐怖的小男孩。他怀疑事情可能跟小明有关，便决定跟踪他一探究竟。可小明却鸡贼地发现了他，警员只好放弃跟踪，上前准备询问一些事情。小明则笑脸相迎。至此之后，这名警员就失踪了。当天晚上，小美睡觉时，一个人拿着剪刀在她面前比划着，等她发现时已经晚了。好在这又是一场梦，惊醒的他准备出去缓一缓，却发现门被反锁，而小明就站在门外。第二天，大美收拾东西时，发现了小明画的一幅画，看样子很奇怪，又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他急忙来到那间仓库，
果然在一本书上发现了一样的话，应该是某种邪恶的仪式，但具体是什么他也不知道。刚准备离开，小明却站在了门口，说不是告诉过他这里不能进来吗？大美一时间不知该如何解释。很快又到了晚上，熟睡的大美被手机吵醒，可一睁眼就看到一个可怕的人脸，起身后又好像什么都没有。就在她准备开灯时，看到一个可怕的小男孩正蹲在一旁，她试图叫醒丈夫，却发现丈夫早已惨死。接着那个男孩慢慢爬到床尾，然后从被子钻了进去。半夜，女人看到一个恐怖的小男孩钻进了自己的被窝，她吓得不敢乱动。紧接着一股疼痛感传来，她急忙掀开被子，却发现自己的双腿满是鲜血，而那个小男孩也缓缓出现。大美瞬间惊醒，好在又是一场梦，可最近的噩梦明显太多了，她怀疑这一切都和那个摆满法器的房间有关，和小明也可能有着某种关系，因为他不止在学校里刺伤了同学，每天回家时还都脏兮兮的。这天他又看到小明好像要把妹妹推下楼，看到自己时他才没有动手。又过了几天，妹妹的小田鼠被残忍杀害，妹妹认为是小明干的，上前就动起了手，可大帅却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是小明干的。小美委屈至极，这时一向最疼小明的大美说话了。 비니가 안 그랬다는 증거도 없잖아. 뭐? 나도 안 했고 당신도 안 했다면 남는 건 비니 혼자 아니야? 就在几人争吵不休的时候，失踪许久的外婆忽然闯了进来，抱着小明就来到了那间仓库。她把小明按在地上进行驱魔，而小明也变得双眼泛白，痛苦不堪。原来小明已经被恶灵附身并杀害了他的女儿，现在他准备彻底消灭小明身上的恶灵。眼看驱魔仪式即将完成，大帅夺门而入，一把撞翻外婆，打断了驱魔仪式，然后就把小明给抱了出去。大美则上前查看外婆，只见他用最后一口气告诉大美，阿正不会就此放过他们，一定要烧掉那孩子的尸体才行。大美则一脸懵逼，不等他询问外婆就咽了气。至此，大美开始怀疑小明就是阿正，或者是被附体了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几天，他就在家里发现了失踪小胖的物品。他跟踪小明来到了那个厂房，发现了小胖的尸体。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忽然被抓住了脚腕。原来是先前的那个警员，他告诉大美是小明杀了所有人，让他赶紧报警。可大美首先想到的却是自己的家人，她急忙打电话给妹妹小美，可她却在悠闲的洗着澡，没有接到电话。大美匆忙的往家中赶去。另一边，小美洗完澡正准备出去，忽然被门把手烫伤，紧接着浴室里忽然涌出大量血水，而且还是沸腾的那种。整个房间的温度在急速飙升。小美隔着玻璃拼命呼救，小明忽然出现在外面，不过却是一副十分冷淡的表情。小美就这样被惨遭杀害。此时大帅刚巧回家，却看到小明正在拿着菜刀乱砍。等大美赶来时，大帅也已经惨遭毒手。小明拿着刀出现，他还想对大美下手，大美被刺中2刀，最后还是逃了出来。刚要打开大门，却在那间仓库里听到了小美的声音。来到房内，发现声音是从祭坛下发出的。打烂祭坛，却发现了一个水缸。他打碎水缸，里面却出现了一个男孩的尸体。那一刻，他好像看到了事情的所有经过。原来小明的父母结婚多年生不出孩子，婆婆甚至要求2人离婚。无奈小明母亲就绑了一个叫阿正的孩子。请身为巫师的母亲做法，几人将阿正的双脚砍断，然后活活的将他封印在水缸里。仪式过后没多久，小明就出生了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阿正的怨气越积越重，最终化成厉鬼来报仇。就在这时，被附体的小明赶来，他要杀死所有相关的人。现在只剩下大美。就在最后时刻，刀子忽然停在大美眼前。原来是小明的意识再次出现，他不想杀害温柔的大美，甚至要举刀自杀。就在2个意识争斗的时候，大美想起了外婆说的话。于是拿起蜡烛点燃了阿正的尸体，随着尸体燃烧殆尽，小明也渐渐平静了下来。2人相拥而泣。电影的最后，大美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她去医院做体检，可等候的小明却露出了迷之微笑。那一刻，大美意识到，原来阿正只是假装离开了小明的身体，如今却要转移到自己腹中胎儿的身上。